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我們新一期訪談節目啊。本期節目除了我和博文以外，我們還請到了著名的美中關係專家劉亞偉教授。劉教授是美國查特中心中國問題高級顧問、亞特蘭大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同時還兼任埃默里大學政治學教授以及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等職務。可以說，劉教授是目前美國對華研究最資深的專家之一啊，也是很榮幸今天能夠邀請到您參與我們的討論。劉教授，歡迎您。謝謝邀請。好的，那麼接下來我們就直奔主題啊。距離特朗普總統訪華已經過去了大約1周時間啊。這期間我們看到中美雙方的戰略界對於本次訪問做了大量的解讀啊。其中中國方面的評價普遍較為積極，而美國方面回應價普遍較為一般啊。許多美國的這個政客與專家都對特朗普總統此次的訪華之行提出了批評。例如美國前常務副國務卿坎貝爾就指出，美方此次在戰略和議題問題上並未做好充分準備。所以無法產生預期的談判效果，也不會為美國帶來實際性收益。那麼，同時我們也觀察到，本次中美元首峰會更像是為了具體落實和執行此前釜山會議的一些框架性協議。從現有的成果來看，能否真正起到穩定雙邊關係、重啟雙邊對話或推動兩國再接觸的這種實質作用，可能還有待商榷。好，那麼這一次呢，在這個訪談結束之後，美國智庫 CSIS 就播出了一期研討，那麼指出2026年的這次川習會呢，是代表了1984年以來里根總統訪華所開啟的通過市場化改變中國將其納入自由世界，也就是和平演變戰略的徹底終結。那麼美國已經放棄了依靠外部施壓強迫中國改變其經濟或者政治體制的這個幻想，所以劉教授，您認為這是否意味着這個中美將來會進入這個全面冷戰的新階段呢？然後從短期來看，您評估這次峰會對中美雙邊關係有什麼具體影響？短期內美方準備有限，而且更傾向於確立之前釜山元首會晤的這個框架性協議，那麼這將給未來3年內兩國的這個日常外交互動與政策接觸定下怎麼樣的基調呢？我想先說一下這個關於和平演變的事。這個和平演變呢，當然最早，毛澤東那個時候就寫過文章說，美國這個杜勒斯之流就把中國這個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第3代、第4代身上。那個時候當然是要將革命進行到底，對吧？那後來大家其實意識到這個。中國這種將革命進行到底的這種方式，是讓中國越來越窮。這個不但是這個國窮，民也窮。那最後到了這個改革開放，當然改革開放實際上就是說，這個讓資本進來，讓技術進來。那同時，這個所有的蒼蠅蚊子，所謂的蒼蠅蚊子，也就是西方的關於人權、關於民主的這些思路、思想，也都一塊兒都進來了。那中國的在這方面呢，應該是警惕性一直是非常很高的，就是說，這個多年來吧，這個特別是2013年、10年之後，先是中亞這個顏色革命，到後來的這個茉莉花革命，中國在這方面實際上到現在的這種國安掛帥、國家安全至上的這種基調都一直還在。實際上，國家安全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要防止這個西方對中國的這種滲透啊，非政府組織，在中國搞這種活動啊，所以到2015年前後通過的這個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什麼的。所以特朗普自己本人呢，實際上他從2016年競選開始，他就是反對美國的這種所謂的 forever wars， 他也反對美國拿自己的價值觀去這個到別的國家去搞這個國家的建設 state building。 所以在這個發布的這個國家安全會議上，實際上特朗普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們再不去搞這種改變其他國家政權的這種事兒。但是我覺得，雖然他在国家安全戰略裡說了，之後不久他實際上就顛覆了委內瑞拉的這個政權，實際上然後呢，現在又想開始顛覆這個伊朗的政權。沒想到這個委內瑞拉和伊朗這個不是一樣的這個國家，對吧？他反而現在這種顛覆沒有做成。我覺得這個剛才你說的 CSIS 說這個美國從84年開始，實際上這個和平演變不是從84年開始，就是美國從一開始就希望
這個中國能沿着他的路去走。當然，這也是為什麼就是說，美國从49年開始，一直到72年尼克松訪華，到後來卡特總統建交，實際上美國一直是不承認中國，因為中國拒絕走西方化的這種道路，而且中國搭上了這個克里姆林宮、莫斯科的這個列車，所以我覺得說美國放棄了和平演变，我覺得只能說是特朗普這一屆，如果下一屆還是共和黨人執政的話，他們會放棄這個外交政策。那換了新的總統來，是不是會沿着特朗普這個路線往下走？我覺得這個現在下結論應該還是為時過早。這是關於和平演變。關於這次這個訪問，那我覺得如果是坎貝爾類似坎貝爾這樣的話，所有拜登這一政府的這些關於中國問題的這個處理的這些人說，這次訪問是包括這個杜什 Rush Doshi， 那都因為他們当年都是为拜登的这个对华政策这个制定者之一嘛，那我觉得他们多少有点这个吃不上葡萄就說葡萄酸了，這個因為他們覺得這次訪問就沒有任何重，因為特朗普執政方式跟他們不太一樣，他是一個性情中人，而且說實在的，就是說大家都覺得這個時候訪華，應該對美國來說，因為他不是在一個，因為美國的這個對華政策歷來都是從這個position of strength 出發的，那這個時候實際上美國並沒有這個在 position of strength， 因為特別是這個美伊這個戰爭懸而未決的時候，這到中國去，你手上號稱沒有多少王牌嘛，特朗普本身就是 play 這個王牌 trump cards， 所以他覺得就大家覺得，特別是美國這邊覺得應該推遲，而且你的 board of trade 好像討論的還算比較多，board of investment 這方面的討論應該是不是特別成熟。之前我也聽這邊的人說這個財務部這邊認為這個是不是能夠推遲，能夠談得更好一點。那之前實際上何立峰也跑到這個好像是在首爾還是到哪兒有過另外一次這個談判嘛，這個實際上也是為這次高訪做準備。但是我覺得特朗普堅持要到中國去，那一呢是做了承諾，二呢他覺得他這種跟習近平的特殊關係，他能夠取得一定的成就。那當然大家說這次峰會沒有取得任何實際的成效，因為是沒有什麼聯合公報。但是實際上呢，特朗普在飛機上，包括他最後接受這個Brad Baer 這些採訪，實際上包括這個後來中國商務部的這些確認，那我覺得這些有些成就應該說還是可以這個大致的看清中美關係是朝哪方面走了。那第一呢就是採購嘛，那採購主要是波音的這個所謂的這個三個 B 吧，這個Boeing Beans 和這個還有一個什麼 Beans， 實際上他們說是5個 B， 就加上 Board of Investment、Board of Trade、Boeing Plane、Soybeans， 還有一個好像是我忘了是什麼。不管怎麼樣，就是說中國在採購這方面，當然這個話是說到現在，大家說現在要看說，特別是對農產品大豆的採購呢，要看9月份了。那當然，特朗普邀請了習近平9月份去訪問美國，對吧？那9月份呢也剛好是這個訂大豆的這個時候，所以那個時候大家都會睜大眼睛看這個中國的這個承諾會不會兌現。然後商務部應該是確認了這個波音200架，當然200架可能比之前大家預測的要少，之前可能覺得可能是跟空客這樣的這個訂購可能差不多，這是一方面。第二呢，我覺得這個帶了這麼多的企業家去，雖然這個英偉達的總裁也去了，這個中國在這個 H200的這個芯片上好像還沒有最後放開，但是我覺得討論應該就是在繼續吧。這個然後下一次再來訪問，也許這個 Board of Trade 是不是就可以落地？那其次呢，我覺得這個最大的對中國來說可能是收穫，對美國來說，特別是對建制派來說，這是一個
失敗是一個敗筆，那就是說，特朗普這個破壞了美國所謂的這個6項保證，就是說美國對台軍售應該是不跟中國商量的。那這次特朗普說了，他要跟習近平討論這個事兒，而且在返回美國的途中，在空軍1號上，特朗普不但說了是跟習近平討論這個事兒，而且還說他要給這個台灣的領導人這個打電話。那我覺得另外一個他說的話呢，這個大家應該都聽到，應該有這個震耳欲聾的感覺呢，就是說這個台灣離大陸59英里，對吧？離這個美國超過9500英里，對吧？大陸要去打和我們要去打，這個根本是就是不可能是同日而語的事兒。所以我覺得多多少少是打開了一扇窗子，看到了這個特朗普對台海問題的這種看法吧。那我覺得從大陸的角度來講，這個就是說有了鬆動了，就是說第一個，這個美國的總統在台灣問題上，這個從戰略的這種曖昧，現在有點像戰略的這個清晰化轉移了。當然，這個特朗普自己的這種心思，最後能不能变成政策，那我覺得现在应该还是悬而未决的事。所以这就回到刚才你说的这个博文你说的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后走向。那我觉得特朗普任内现在还有2年多的时间，我觉得中美关系的这个稳定，在9月份，就今年应该是中美关系大年嘛，这也是谢峰大使说的话，就是说，除了这个5月的这个峰会，然后9月的峰会，然后11月，在中国有这个深圳的 APEC 会，然后12月在美国有 G20的会。那如果说9月的会见，比较順利的話，那後來11月、12月可能也都是水到渠成的事。那如果這4次這種訪問，所謂的這個元首外交的話，能夠為中美關係的穩定，提供具體的一些框架，那我覺得這個今後2年，中美關係可能會有一個這個實質的這個變化。當然，我說的這種變化就是說，至少是穩定下來。那今後不要再有這種突如其來的這種貿易戰。另外，特朗普希望中國方面這個中國的企業能到美國投資，但是投資的這個門檻最後到底要設多高？大家能不能搞一個這個白名單出來？我覺得就是說2年多的時間還是蠻長的時間。如果把這些事兒都搞定的話，不管後面的總統是誰，要想再把這個中美關係，現在說中美關係不能拉回到過去，所謂的過去就是2018年貿易戰之前了。那我覺得就是說，如果今後2年雙方的領導人和他們身邊的人能夠這個為中美關係的穩定和發展架起這個護欄的話，那後面再來的那就是2029年之後的這個美國總統要想把中美關係再拉到2018年到這個2025年釜山會議之前，我覺得也不是特別容易。所以我覺得我對這次訪問，不管其他的中國學者還是美國學者怎麼評議，我覺得是非常正面的，而且對這個是中美關係穩定的一個算是就把這個車中美關係穩定的這個車啟動了。那至於這個車能不能沿到既定的路線往下開，然後呢駛入一個車站，那要看今後2年多中美關係繼續的發展。那順着您剛才講這個劉教授，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您剛才提到可能中方這邊希望是通過此次的這個會晤達成可能未來2年半到3年，就特朗普這一任期的這個中美關係的穩定。那目前我們觀察到，就是說，因為特朗普從執政以來一直被認為說他的政府政策變化比較大，那他本人也被認為說可能受自己的這種情緒啊或者周邊人的這個影響的這個因素比較多。那麼目前看起來說，特朗普後續在這個談判在這次對話之後，能否像中方希望的這樣子，真的保持就是說一段長時間的穩定，或者說有沒有哪些因素可能影響到特朗普未來在對華問題上再度出現這種態度的變化？比如說這次中方認為說我們給他了一些貿易的這種合作或者一些幫助，讓他去在穩定中期選舉的這選情。那如果說中期選舉沒有能達成說特朗普預期的這種效果的話，那後續他有沒有可能在對華問題上有一些態度的進一步變化？您認為有這方面可能嗎？
因为这次訪問的這個另外一個成就，剛才沒有提到的，就是說，中美關係的這個新框架了，就是建設性的這個戰略穩定。實際上呢，美方呢是接受了這個說法，但是美方呢加了這個 reciprocity 和 fairness，所以中方說期待美國的對華政策能夠穩定，那我覺得美方也同樣期待中國不要這個自食其言。那我覺得在這方面，可能實際上。我老是想，就是2017年這個海湖莊園的會見和2017年，那是4月份，2017年11月份，這個特朗普訪問北京那次這個國事訪問，對吧？在故宮，然後在人民大會堂，然後簽署的各種各樣的協議。那個時候大家都覺得中美關係會朝着這個更穩定的這個更具建設性的方向發展，但是後來就打了貿易戰了。就打了貿易戰，我覺得除了這個301的調查當時正在進行之中，那我覺得當時其實特朗普政府也提出了一些要求，那我覺得中國在這方面可能並沒有做到，包括後來的這個第一階段的這個貿易協議，這個後來當時這個因為疫情的事，所以我覺得後面行不行不僅僅取決於說特朗普的這個性格、特朗普的執政的方式或美國中期選舉最後的結果，也取決於中國在今後這段時間能夠滿足美方提出的要求，能夠滿足多少。實際上，因為我們不知道，實際上就伊朗的問題，這個特朗普和中國的領導人是怎麼談的，對吧？那美方呢，現在是說我們不需要中國提供任何幫助，但是中方和美方在兩個這個重大的議題上，實際上是有共識的。那第一呢，就是霍爾木茲海峽必須要開放，這個 freedom of navigation。第二呢，就是說伊朗不能有任何的這個核武器，對吧？實際上，我覺得美方在這方面是需要中國，這個中國已經做了一些斡旋的這種工作，但是中國應該說可以。發揮這個可以更有作為吧？那因為畢竟這個伊朗的這個經濟命脈，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中國要控制的，因為它90%的這個原油的這個出口是到中國去。雖然佔中國對所有的這個原油量比分是很小，但是對伊朗來說，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國在這方面做什麼說什麼，我覺得應該是能夠起到一定的作用。那其他關於台灣的問題，那當然現在。特朗普到包括今天繼續說他要跟台灣的這個領導人通話，那這個事兒呢，我覺得這個中國可能會不太高興。但是我覺得2016年特朗普當選之後，跟台灣的領導人也有過一次這個電話，當然那個時候他還不是總統的，接受了這個蔡英文的這個祝賀。那我覺得如果特朗普打電話的目的是說我要停止軍售，或者是我要在台海政策上有很大的變化，那他通不通電話，我覺得就即使他通了電話，也沒什麼太大的關係了。所以我的總的看法是，今後還是要看雙方對各自提出的要求，能夠滿足多少，或者能夠有多少作為。那如果中方有很多事不願意做，那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那下邊這個關係可能會出現不太穩定。那當然。中方也是瞪大眼睛看你美方承諾的一些事兒，你做還是不做？所以我覺得不能僅僅是看這個美國這邊，也還要盯着北京這邊，雙方都要看。那最後這個我覺得是雙邊的關係吧，應該是兩邊需要共同努力。當然，除非一邊呢最後那就是完全不以大局為重，那就是為自己。你比如說這個中期選舉，如果民主黨這個大敗的話，他最後有可能說怪罪中國，或者中國在這方面沒有做什麼。我覺得中國就目前來講的話，做的還是應該是非常非常不錯。那具體還有什麼？他還有什麼其他的要求？包括在這個俄烏戰爭上，實際上中國也是可以有很大的作為。那我總覺得就是說，中方能做的事是很多，但是你要做多少，這個特朗普對你做的能不能感到，能不能有說這個感受，然後覺得這是他如果覺得這完全是他和
習近平的这個友誼最後導致的美國的更好的合作，那我覺得都沒關係了，只要雙方的關係能朝着更穩定的方向走。然後最重要的，我覺得就是說貿易啊什麼這也都是非常重要，但是我覺得這個中美在這個台海問題上，如果能夠達成協議，將來把這個台海發生衝突的這個可能性降低到最小，這個在這方面如果有了進展的話，那其他方面這個再大的成績都不如這個成績，這個更值得大書特書。那我想就是再問一下這個劉教授，就是關於台灣的這個對台軍售這個問題，因為中方這次習近平主席也給這個特朗普進行了施壓，那麼這個而且特朗普在這次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表態，但是他提出了這個9500公里以外的這個戰爭，對於美國來說無關緊要。那麼這是不是意味着特朗普可能會暫緩這筆對台的軍售？因為目前為止台灣方面他這個軍購案一直沒有通過，因為這個國民黨和民眾黨之間的這種惡鬥，就導致了這個預算一直被卡着。特朗普就是有可能會因為這個原因以此為借口去暫緩。那麼這個是從一定程度上，他有沒有可能反而會增加中國這邊武力統一的這個信心跟決心呢？您認為這個是不是可能反而會提升衝突爆發的可能性？因為這也是很多的這個學者，美國方面的學者，尤其是這個自由派的liberal 這些學者，包括這個前那個拜登和奧巴馬政府時期的這些顧問，他提出的一個顧慮，就是您認為這個是不是可能會穩定這個台海關係，還是說它可能會升高衝突可能性？因為按照之前這個俄烏衝突的這個俄烏衝突爆發這個原因，就是一定程度就是美國對於俄羅斯進行妥協之後，這個戰爭才爆發的，就是這也是很多學者提出的一個觀點，您怎麼看？你剛才說的那個台灣的這個預算應該是通過了，這個預算國民黨和民進黨實際上在特朗普這個訪華之前，他已經通過預算。國民黨最後就是說要求這個減少預算的一定的這個數量吧，好像最後應該是我忘了是250億還是多少。這個預算應該是已經通過了。那特朗普之前呢已經批准了一個110億的這個軍售，對吧？現在我們說到的是一個140億的軍售。實際上呢，美國的軍售的就是說已經完成的這種軍售很多了，但是主要的問題是他現在沒有能力去 deliver。實際上現在等於是欠台灣的整個的這個，就是說台灣已經美國已經答應軍售台灣的大概我不知道200多億吧，就是現在都還沒有 deliver。那加上打了伊朗這個仗以後呢，這個美國給台灣交付這些武器的時間會拖得這個更長了。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在這個問題上呢，這個如果特朗普會不會停止軍售，這個東西我們現在沒辦法說，對吧？從各種角度來看的，特朗普實際上說按照他的這種思路，按照他的情緒去走的話，因為台灣對他來說，他沒有任何這種 emotional attachment，他也不認為說台灣是一個這個民主的這個體制啊，這個美國作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民主國家啊，有這個保護台灣這個民主堡壘的意義，對他來講這個沒有任何 appeal。而且這次他又繼續說美國的這個半導體產業，美國的這個芯片的產業，實際上都是完全被台灣這一幫子人給破壞了。這個他們最好是把這些廠子都搬到美國來，將來就是發生了衝突的話，這個也不会影響這個整個全球的這個半導體的這個供應鏈。所以我覺得，因為現在呢，9月24號的這個訪問呢，這個他提出了邀請，而且因為9月24號嘛，主要是因為聯大那時候剛好也開會嘛。一般的話，如果順訪就作為這個不是順訪了，應該是國事訪問。實際上上一次2015年。習近平來國事訪問也正好是聯大開會的時候，所以這個時候正是聯大開會的時候。這個軍售呢，比如說他要推遲到這個習近平訪問之後，或者放到明年，也不是沒可能，他們可以不用說
我就完全取消了，那我可以不断的往后推迟嘛。那当然，现在美國最近又有一些新的这个变化，特別是剛才這個博文你說到的這個中期選舉了，尤其是這個路易斯安那的這個參議員，對吧？這個因為他的反對，最後這個落選了，所以他現在很多事兒他希望能夠實現，但是實際上這些議員這個包括今天。這個國會等於是休會了嘛，到6月份才回來，對吧？他希望能夠通過的法案，包括美國國土安全部的這個預算問題都能夠得到解決，實際上都沒得到解決，所以美國內政的事兒有可能牽扯到對華政策的事，這個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覺得在這個台海問題上，特朗普現在做的事兒，應該說是有利於台海的和平，不是說為中國的這個武統這個增加了更大的這種可能性，因為我覺得中國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輕易的這個用所謂的武統的方式，而且中國最近也看到了這個美國整個的這種戰鬥力吧，這個打委內瑞拉，這個然後打伊朗。然後我覺得中國，因為實際上對中國的這個 PLA 來說的話，這是千載難逢的這種機會啊！你看到這個美國這樣的一個軍事的超級大國，這個是怎麼樣這個收拾別的國家？當然，伊朗就是打到現在了，但是不管伊朗你打下來沒打下來，但是我覺得對美國的這種火力，對美國這個人工智能在這個戰爭中的這種應用，美國的這個不同的兵種的這種協調和配合，美國和以色列的，因為我說美國和以色列就將來就談到就是美國和日本、美國和韓國、美國和台灣的這些部隊的這種協同，實際上這種工作一直都在做，所以一看到這種情況的話，我覺得對中國來講就是說，而且你看到封鎖海峽能夠做的事兒，對吧？當然你要是說封鎖台灣海峽也是武統的一部分的話，那你說的是武統開始的就武統開始。我覺得這個中美最大的公約數就是在台海問題上說，台海問題是兩岸華人的問題，你們最好能夠找到和平解決台海問題的辦法。我們是支持你們兩邊和平的，因為美國以前是不說這個話的。那我覺得特朗普現在正在往這個說這個話的這個距離越來越近了。最後，美國政府如果能夠說出這個話，中國能夠給出更大的這種承諾，就是說在什麼情況下我們不會使用武力的話，實際上因為有這個反分裂法嘛，那就是說中國真的要對台灣武統的話，它是會引用反分裂法的。那你反分裂法上對哪些事兒，你比如改國號啊，改這個憲法啊，或者宣布獨立啊，或者什麼之類的，這些事兒，那我覺得這個賴清德現在心裡應該很清楚了，在這方面他應該怎麼走，他尤其是特朗普說了這個我們不願意到9500英里之外的地方去打仗的話，這個我覺得對台灣這些人來說的話，應該如雷貫耳啊。這個他說這句話，他聽起來我覺得這個都是應該是不寒而栗的話。好，那劉教授，如果說建制派在這個接下來的這個中期選舉中重新獲得這個國會兩院的多數席位，那麼目前來說，這種被壓制的這種對於台海問題的這種戰略焦慮，是否會導致美國在下一階段的這個美國對台問題上出現這種比較強硬的這種政策反彈呢？就是特朗普自己這邊的勢力若受到壓縮，那麼他反對的這一派會不會在台灣問題上進行更強硬的這種政策反彈？因為我覺得現在就是說，大概率是民主黨可能能夠贏了這個眾議院，對吧？參議院現在就是說能贏回來1-2席，甚至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就是說打平手或者是多出來一個席位。但是我覺得呢，就是說如果民主黨控制了這個國會的話，他有很多事兒是可以做的，對吧？那我覺得彈劾特朗普，再一次彈劾特朗普也不是沒有可能。調查特朗普也不是沒有可能，在台海問題上通過新的這種 resolution 也不是沒有可能，但是在行政問題上，民主黨應該是不能做任何事的。國會其實在台海問題上已經通過了一大堆的這種決議，而且
這個很多這個国會通過的法案，實際上用中国的學者去解讀的話，已經是完全是就是說美国国会已經承認台灣了，而且支持台湾去獨立。但是行政部門不做這些事兒的話，这国会再鬧腾，他也鬧騰不到哪兒去。所以我也是說，就是說不管最後中期選舉可能會影響整個對華政策，比如說這個抖音的事兒，對吧？抖音實際上是國會通過了法案，對吧？你特朗普一推再推，那最後現在等於是違反了國會的法案，這個抖音可以繼續在美國存在的。所以大家說，那我們就開始調查。民主黨說我們成立調查委員會，在這個抖音問題上，你們家裡人或者是給你捐款的這些人是不是獲得了利益？你可以去調查抖音。當然你要調查抖音，這是和中國有關的一個最後的一個行政的一個政策，对吧？所以這種調查它是可以有很多，包括對台灣問題通過新的法案什麼的，都是可以做很多事兒。但是我覺得這個行政方面如果沒有什麼動作的話，國會再怎麼樣，這個不會把台海的局勢變得更不穩定。當然，2029年之後，對吧？新的總統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如果是共和黨的人還繼續這個控制着這個白宮的話，那我覺得這個台海問題也可能朝着更容易這個解決的方向去走。那如果是民主黨當選的話，不管是誰是下一任的總統，這個因為你要看拜登，看之前的奧巴馬這些，這個在台海問題上他們基本上是沒有任何鬆動的。這個特朗普這個在台海問題上的鬆口，應該是這個建交以後這個第一個美國總統在這個問題上出現了重大的這個鬆動，這個破壞了所謂的這個六個保證。